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曾经被冷落的小咖，现在成为顶流。娱乐圈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地方，有人光鲜亮丽，有人默默无闻。正如那句古话所说：“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”或许娱乐圈最好的诠释了这句话的深意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，王一博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。曾是男团 UNIQ 的成员，出道时虽有一些知名度，但随着2016年的限韩令 ，UNIQ 成员们不得不回国发展。然而，在 UNIQ 的5位成员中，王一博被认为是资源最丰富的一位。他回国后快速涉足姚晨的电影，并成为综艺节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常驻嘉宾，加入了天天兄弟的行列。然而，即使拥有所谓的好资源，相对于整个娱乐圈而言，他依然只是一个不够红的小糊咖。在一次活动的红毯上，有摄影师指着王一博询问：“这人是谁？”旁边有人答道：“不认识，应该是哪个糊咖吧。”也许王一博当时并没有听到这些话，但这就是娱乐圈的残酷现实。然而，2018年，王一博因担任创造101的导师而逐渐积累了名气，开始参加一些更大规模的活动，并出现在大合照中。然而，他依然站在后排，常常被挡住镜头，因为知名度不够。王一博当时的经纪人经常对他不耐烦，甚至在粉丝拍到的视频中多次翻白眼。在一个视频中，王一博数次呼唤经纪人的名字，但都没有得到回应。然而，2019年，王一博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转机，成为了一名顶级明星。当2020年他再次出现在活动的大合照中时，他已经站在了 C 位，成为了焦点人物。肖战在娱乐圈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。他在24岁决定参加选秀比赛，并与那些年龄比他小的选手一同竞争，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6岁。肖战在出道之前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，并与朋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拥有了设计师的经验。他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，与选秀公司老板的期望不太一致，因此被认为不是一个容易操控的员工。例如，公司希望管理成员的微博账号，但肖战不愿意，因为这是他从大学时就开始使用的私人社交账号。公司还要求他转发宣传内容，但肖战的转发文案看上去相当冷漠。由于肖战不容易被掌控，许多粉丝认为经纪人龙丹妮是在针对他。然而，实际上，龙丹妮对公司的糊咖艺人都没有特别上心。在肖战的糊咖时期，他没有专业的团队，甚至需要自己制作 PPT 来进行舞台表演。在参加红毯活动时，轮到他签名时，他甚至写不出字，笔下留下局促的印记。肖战在争取角色时也曾遭到导演的拒绝，理由是他不够有知名度，平台不感兴趣。然而，如今的肖战已经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大明星，再也不会面临无法应对的局面。即使在没有水的笔下，他也能自信地刻下自己的名字，从容地面对镜头。赵丽颖于2006年进入娱乐圈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小透明时期。当初，她赢得了雅虎搜星冯小刚组的冠军，并签约给了华谊公司。然而，华谊给她安排的角色千奇百怪，只要能赚点钱，就会让赵丽颖出演。许多剧集至今仍未播出。在这段时期，赵丽颖经常扮演配角或者无关紧要的角色，她的名字甚至在演员表上屡次被拼写错误。2008年，她参演《爱莎酒和糖》，但她的名字被误写成了颖。2009年，她出演《苍穹之矛》，名字又被错误写作颖。而在客串出演电视剧《金婚》时，
演员表上甚至没有她的名字，尽管其他客串角色都有。在等待戏份时，赵丽颖曾一次在片场的大石头上躺下，结果竟然入睡了。剧组工作人员完工后都没有留意到她，让她一夜未被唤醒。当时她没有助理，也没有剧组成员在意她的存在，她就这样被遗忘在一旁。然而，如今的赵丽颖已经是娱乐圈的焦点，再也不会经历被人遗忘的时刻。迪丽热巴也曾有过娱乐圈的小透明时期，在凭借《克拉恋人》获得人气之前，她经历了一段默默无闻的日子。在她首次主演电视剧《阿纳尔罕》时，她参与了一场鞭打戏，对手演员不小心多次抽打到她，尽管对方并非故意，导演也不知情，但热巴一直默默忍受着。那场戏重复拍摄了4次，每次都让热巴承受鞭子的抽打，但她从未抱怨。直到拍摄结束后，她才私下里找到导演，问道：“我还需要拍多少场鞭打戏？”导演这时才意识到，热巴实际上被鞭打到了。这个经历让人看到了热巴坚韧不拔的一面。如今，迪丽热巴已经是娱乐圈的璀璨明星，曾经的小透明时期已经成为过去。杨幂虽然是童星出道，但在16岁重新踏入娱乐圈时，她还是需要从跑龙套的角色做起。观众可能不知道，早在她童星时代，她曾在《双响炮》和《红粉世家》等剧集中客串几分钟。2006年，杨幂获得了出演《神雕侠侣》郭襄一角的机会。然而，在拍摄一场哭戏时，她无法流下眼泪，甚至被导演扇了一巴掌。杨幂很少提及她小透明时期的经历，但她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，她本来已经获得了一个角色，甚至签了合同，但在拍摄前被替换掉，原因是投资方的女友想要出演。这个经历让她下定决心，要变得强大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再成为被选择的对象。如今，杨幂已经成为了娱乐圈的一线女演员，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。杨紫也有着类似的经历，她曾说自己在未曾红火的时候出演了许多并不喜欢的戏，因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她甚至自嘲说，她不知道自尊心是什么。最严重的一次是，杨紫本已被确定为女主角，甚至加入了剧组，但在开拍前被换掉，原因是投资方的女友想要出演。当时，她和妈妈深夜在路边打车，心情颓废。然而，这些曾经的辛酸经历锻造了如今的杨紫，她用一部又一部的爆款剧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已经成为了90后小花中的佼佼者，不再受制于人。周深在2014年参加《中国好声音》时，早早的被淘汰。2018年，他参加了《声入人心》，开始逐渐积累名气，同时也推出了代表作《大鱼》。然而，总体来说，他的知名度还不高。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播出，周深参加了该节目，仍被认为是3、4线歌手。在节目的宣传海报中，周深被排在最边缘，甚至比不上袁娅维的知名度。尽管在不温不火的时期，周深还经常受到外貌和身高的攻击，甚至被批评娘里娘气。然而，真正有实力的人不会轻易被质疑打倒。最终，周深逆风翻盘，凭借实力脱颖而出。如今的周深不仅成为了 ELS 专业户，还频繁参加各类综艺节目和晚会，展现出他的多才多艺。他已经拥有了大批忠实粉丝，每次发微博都能获得数百万的点赞，已经达到了顶级明星的水平。也许是经历过低谷，周深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。